大家好，我是共享学院的房欣欣老师。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呢是国际经典 ABC 剪裁的这个系统，也是几百家之长啊。经过我自己的多年的这个积累和沉淀呢，摸索出来了当下这套系统。那么所谓的经典 ABC 呢，其实就是通过点、线、面、体而来构成的一些个基础的形体。那么这些个基础的形体呢，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发型设计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尤其是通过我们这个基础的这个剪裁，未来呢，我们在创意一些个商业的乃至于艺术的一些发型的时候呢，这都是我们强大的这个基础。所以呢，有一句话叫做一切灵感均源于基础。那么 ABC 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在 ABC 这个技术里边呢，就是指的是3种技术。那么 A 呢，其实指的就是外线的这个形态， B 呢指的就是低层次堆积重量，那么 C 呢其实指的是高层次去除重量。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整个的这个 A、B、C 这3种技术通过点、线、面、体来构成的这种形态的话，其实这里边还要通过3种角度的组合去来变化我们整个的这个形体。那么在形体里边呢，其实也是分3种形态，那就是我们常说的方形、圆形和三角形。那么方圆三角这3种形体呢，其实全都是由3种角度呢来构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整个方圆三角这个形态，用3种角度，用点、线、面、体的这个概念，给大家呢诠释出来。那首先呢，为大家要操作的第一款呢，是经典技术里边的一个小组合。那为什么我会用到一个组合呢？因为从 ABC 里边来讲的话呢， A 呢就是线条，那么在方形的这个线条里边的话呢，其实它就是剪一条 one line 水平直线。那么这条 one line 水平直线呢，因为还是过于简单的，所以呢，我用到了一个这个 one line 水平直线和角度的组合的概念，形成一个经典的形体。这样呢，既能够让大家体验到 A 技术的这个线条的状态，也可以看到呢一个低层次的堆积重量的这么一个形体。首先呢，我先去来做分区。大家已经看到了，我已经分了一条中心线那么中心线划分完了以后呢，我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巧分享给大家就是先把所有外线2公分的这个厚度的区域呢给它划分出来划分出来边线2公分的这个厚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分享给大家，我们在做任何的发型修剪之前，如果我们想确定整个外线的这个形态的话，其实就是由这个2公分范围之内来构成的。好，大家看哈，我已经把这一侧的外线2公分的这个区域呢，全都给它划分了出来。那么另外一侧呢，也是同样的划分2公分的厚度。侧面呢也是顺着这个发际线，把2公分的厚度给它拿出来。现在呢，我们见到的这个形态呢，就是我要去来操作的这个分区的状态我称之这种分区呢叫做万能分区法为什么要称之为万能分区法呢？其实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分区，能够创造出来不同的一些个发型的状态。好，那么这个分区分完了之后呢，我们将会进行
先第一步的外线的修剪。那么这个第一步的外线的修剪呢，就是我们本款发型的重点，就是方形的 A 技术里边的 One Line 直线的线条。我们在修剪的时候呢，要求所有的外线均自然垂落，然后手位呢与地面平行，剪刀呢也是与地面平行入位修剪。重点就是手位一定要给它端平端正，那这样呢，确保两侧呢我们的修剪是非常的对称的。依然是手位端平，只要我们的手位与地面是平行的，我们的修剪结果呢，它一定是两侧对称的。那么我们在为真人修剪的时候呢，也要求是手位一定要和地面平行，这样子剪完的外线呢，一定会产生一个自然内扣的效果，永远不会外翻。好，继续这一侧。手位依然是放平，手位依然还是放平放正，这样我们修剪完毕呢，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直线条的一个外线的状态。好，外线设定完毕之后呢，我们进入内部的修剪。内部的修剪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现在呢，我要创造的是一个重量比较低的一个形体结构，所以我在修剪的时候呢，采用的都是30度的提升来进行。在所有的这个角度变化当中呢，我们都是通过0度到180度的这个角度组合呢去来完成的。那么在角度组合里边呢，0度通常呢都是设定外线而使用的。那么0度到90度之间呢，通常都是作为低层次的这个修剪而使用。90度之上呢，都是用到去除层次的时候而来使用的。那么刚刚我讲到了0度到90度之间呢都是低层次，但是低层次里边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些角度的变化。那么这些角度的变化呢，其实都是有它自己的作用的。就即便我们是在低层次里边，其实也有3种重量定位。那么这3种重量定位呢，分别是在颈背区营造的重量，以及在枕骨区营造的重量，和在黄金转角区营造的重量。那么我们现在做的这一个呢，就是除了外形线的设定之外，做的一个低层次重量的设定。其实我这么去来给大家讲的目的呢，也是让大家了解到，在所有的经典的这些个基础剪裁里边，我们每一步无论是线条还是角度还是形体的这个廓形的状态，
其实呢都是为了让我们强大的练习出来它的这个结果，以便于让我们设计这些商业发型、创意发型时候呢，而作为基础的灵感使用。好，还是30度的修剪，所有的发丝呢全都是放射拉出的，跟随着头骨呢，按着圆周去来拉发丝。这款技术呢，其实就是把方圆三角里边的 A 技术和 B 技术呢做了一个组合，只是呢这个 B 技术里边我用到的是最低的那个重量，所以呢我再去讲这些基础的修剪的形体的时候，大家会发现非常的有益因为每一步呢思路都是很清晰的无论是线条还是重量定位，都会对于我们学习这些个基础的这些理念的时候变得思维很清晰。好，继续向上。依然还是采用的30的提升，然后所有的发丝呢都是放射拉出。我们能够看到之前边线2公分的作用是多么的强大你只要把外线2公分的长度形态设定好了之后呢，内部的这些个区域只需要找到外线的长度为引导去进行修剪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在修剪这些发型的时候，如果我们第一步是需要设定外线的长度的话，那么就记住了，在外线2公分的范围之内去来设定就 OK。一旦设定好了以后，无论你如何去修剪内部的结构，只要以外线的长度为引导，是永远不会把头发剪亏的这也是对于我们这些个基础剪裁练习的时候呢，一个强大的科学理论的知识。好，我们目前呢已然剪到了整骨区的位置，这一片呢也意味着是最后一片30度的提升。好，还是放射拉发片。大家能看到我再去修剪这个层次的刀口的入位的时候，刀口呢依然也是平行地面去入位的其实用这种方式入位的方法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修剪的这个切口都是内部的切口而不是外面的这种断切面的切口。所以这种切口呢，剪完了以后的形体呢，会变得非常的光泽依然还是放射拉发片。好的，那我们都知道，整个的全部这个头型呢，发量最多的地方呢是后头部这个位置，所以呢，刚刚我在采用这个角度提升的时候呢，在这个区域全部采用的是30度的提升。那么现在呢，这个区域已经延伸到两侧了，在修剪两侧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就得要去变化角度，因为这边的发量没有后头部多，所以我们在修剪侧部的时候呢，是把重量角度呢降低到15度。这样这边一降低到15度以后呢，我们整个营造的这个重量和后头部重量的这个落差就会变得是一致的了。好，也同样修剪后头部的时候呢，我们的角度也依然是降到15度跟两侧相同，这样能达到一个重量落差一致。
的效果。同样在修剪的时候呢，还是放射拉法片，还是放射拉法片。大家看15度的提升，15度的提升怎么去来作为判断呢？其实就是顺着头骨去拉出法片，基本上这就是15度的这种状态这样为0度，这样子呢为15度所以在判断角度提升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刚才我也讲到，在整个的这种剪低层次堆积的时候呢，是有3种重量的定位这3种重量定位呢，一个是颈背，一个是枕骨，一个是黄金转角区。那么在剪颈背区域的这个低层次的重量的时候呢，它的角度提升只有30度和15度2种角度去来构成。那么这2种角度呢，我们再去修剪的时候，我们自己去来判断到底是怎么样去使用30和15。那我的经验告诉我呢，是发量越多，角度呢就可以采用30度的提升，发量越少，角度呢是采用15度的提升，就永远都可以把颈背区的这个厚重的感觉去营造出来。但是永远不要超过30度，因为超过30度之后，我们的这个重量就会随之向上升起。所以呢，只有15和302个角度才能构成整个低层次、低重量的这个形体结构。所以我这么一说的话呢，这样就是让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技术呢，就更加容易去来把控。对于我们未来下一步想去运用到商业发型当中的时候呢，也更加容易去来操作所以学技术呢，有些东西数据是死的，但是这些死的数据呢，是可以容易让我们去做出一些个判断。好，继续向上到了这个头部转角区之上的时候呢，我们依然采用的还是15度的提升。好，你看这边也是这个15度，现在依然是这种状态按照头骨顺着拉出就是15度。侧面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好，顶部上面呢依然也是15度的这个提升。好修剪另外一侧。两侧的修剪方式呢都是相同的，还是按着圆周放射提拉法片的形式来进行，依然还是15度的提升。经典的技术呢，其实就是锻炼我们的这些点线面体包括角度，包括与头骨之间而产生的这些个角度的关系，强大的这种练习。好，
继续向上。还是15度的提升，还是放射圆周拉发片。大家在看到我一片一片向上修剪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种分区的方式拉发片的这种形态等等，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精准，非常的准确。所以这些方法呢，包括这种分区，都是我多年呢去来揣摩出来的，用到一些最简单的这种分区形式最准确的这些提拉发片的角度的等等这些数据而来构成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堆积形体的这么一种形态。这样呢，可以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能够去更加简单化。好，顶部最后一片。好，很快，我们这款低层次的堆积形体呢就修剪出来了我们再稍微的回顾一下，在修剪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是把所有外线2公分的区域呢都给它划分出来，然后呢，在这些个外线2公分区域之内呢，全部自然垂落，手位和地面放平。修剪一条水平直线的这个线条，然后在内部修剪的时候呢，我们全部采用的是画着弧形分区的方式来进行，然后所有的线条呢，因为我们都是放射去来拉出，所以划分弧形的时候呢，会更容易操作。那么因为后头部的发量呢比较的多，所以我们采用的是30度的提升。如果采用15度的话呢，这边的重量堆积会过于的低。那么两侧呢，因为发量比较少，我们都是采用的15度的提升呢，来弥补这个发量的不足。这样修剪完了以后呢，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这个堆积形态呢，重量落差的位置是相同的。好，接下来我把它吹干了以后呢，大家看看效果。好的。头发呢，我已经给它去自然吹干了，仅需要自然吹干就可以，不用过多的去造型，能够看到自发根到发尾自然垂落的这个形态就好了。好，吹干了以后呢，我们再进行外线的一番修饰。因为我们留的比较长，所以呢，外线在修饰的时候呢，就是给它修饰整齐就可以。好的，那么这款经典的形体呢，我们就修剪完毕了。那么我们再去总结一下。首先，我们在修剪的时候呢，第一步先把所有外线2公分的厚度呢拿出来，然后0度呢修剪了我们方形 A 技术里边的直线条。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在内部都是划分着弧线，按照头骨圆周的这种状态去划分的这个分发片，然后所有的发片呢都是放射状的拉出。后头部呢发量比较多的地方，我们采用的是30的提升；两侧发量比较少的地方呢，我们用到的是15度弥补发量的这个角度来设定。
修剪完毕以后呢，我们想得到的效果是：一、零度直线的这个外线；二、重量落差一致的低层次的这个重量。好，那么这款发型呢，就为大家修剪完毕。